真是万万想不到啊！这2025年都已经到了年末了，世界确实越来越不太平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伊朗民众在12月29日至12月30日间不断走上街头，不分昼夜的抗议伊斯兰政权。那么伊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伊朗民众又因为什么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呢？这次抗议的直接原因是伊朗货币对美元汇率创了新低，而经济体系近乎崩溃。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在周一辞职，而伊朗的里亚尔已经暴跌至1美元兑换142万里亚尔。货币的快速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推高了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平民百姓家庭的生活压力。根据伊朗统计局的数据在2025年12月份，通货膨胀率较去年同期增长42%，特别是食品价格较去年12月竟然增长了72%，医疗用品的价格则上涨了50%。更为糟糕的是，伊朗官方媒体报道，政府计划在3月1日开始的伊朗新年期间提高税收，这更加引起了百姓们的愤怒。这次抗议最早是由德黑兰首都大巴扎的店主们发起的，大量的商贩和店主在德黑兰市中心的大巴扎举行集会和抗议。在12月28日第一天抗议中商人和中小企业主是主要力量。之后抗议逐渐蔓延到普通市民，因为他们也对生活成本压力感到极度不满。抗议的商贩们关闭店门，并呼吁其他商贩也这么做。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正是拍摄于德黑兰的大巴扎，可以看到所有商户都已经关闭店门，而抗议者则挤满了整个市场。而在另外一段画面中，清晰地显示了在12月29日，大量的伊朗民众走上街头，聚集在首都的要害共和国大道，抗议伊朗政权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而在另外一段当地民众拍摄的画面中，显示在首都德黑兰的食品药品组织总部门口，大量民众举行示威，反对伊斯兰政权。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次参与抗议的民众人数相当多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都有，而且抗议地点几乎遍布整个首都各个地区。在这次抗议浪潮中，12月29日，伊朗警方出动开始驱散人群。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伊朗的警察特种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在德黑兰市中心伊斯坦布尔十字路口向抗议群众发出警告。而在另外一段近距离拍摄到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愤怒的伊朗群众围住了伊朗警察特种部队的指挥官，这名指挥官手中拿着喇叭不断向群众喊话，但是周围民众愤怒的呼喊使得你几乎听不清这名指挥官到底在说什么。周围的伊朗民众不断高呼，很多人都拿着手中的手机在记录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而在十几分钟之后这些警察便开始镇压这次抗议活动。在当天发布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警方正向抗议人群释放催泪弹，之后抗议人群不断逃离现场。而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在马路的正中央，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坐在地上，挡住了警方前进的道路。伊朗警方骑着摩托车停在这名抗议者的面前，并没有采取其他过激的行为。那这一幕呢，不禁让大家想到了8964的坦克人。在一个国家危难的时候总有一些勇敢的人让人永远记住。在12月30日的夜间伊朗人继续上街进行游行。我们看到有民众将插着伊朗旗帜的电线杆推倒之后，现场是响起一阵热烈的欢呼声。那这次伊朗的抗议它是全国性质的，在伊朗其他主要城市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包括中部大城市伊斯法罕、南部城市设拉子和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是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
可以看到大量的民众走上街头，交通被堵塞，而民众的呼喊声啊，那是响彻云霄。而在另外一段视频啊，则是拍摄于马拉尔德这个城市，当地的抗议者呼喊着王储上台，让伊朗向选举和民主过渡。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拍摄于伊朗街头的画面啊，这些抗议者也在高呼伊朗女国王万岁啊！其实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在伊朗街头听到这样的声音了。而在另外一段画面中，是西北部城市哈马丹的抗议人群，他们也在不断高呼国王万岁，声音响彻整个夜空。在一段12月29日拍摄的白天视频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抗议的伊朗民众高呼里萨巴列维。可以看到啊，经过伊斯兰政权40多年的统治，当地的伊朗民众是怀念之前的巴列维王朝以及当时的开明统治的。那伊朗流亡在外的王子巴列维也在网上发布视频，在这段视频中啊，他首先号召伊朗各个阶层的民众都加入这次街头抗议活动，而第二个信息则是向警察和安全部队发出的，他号召伊朗这些暴力机关的成员不要再与人民对抗，应该加入人民进行抗议。历史啊，总是很有意思的。其实这样的抗议画面啊，是今年夏天以色列和美国都想要看到的。在12天战争中啊，以色列是彻底摧毁了伊朗首都德黑兰啊，包括各大城市，比如大布里市啊和南部设拉子等诸多城市的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到后来，以色列闲着没事，甚至开始空袭警察局等暴力机关。以色列想要做的正是要给伊朗民众揭竿而起创造一个条件。可是在12天战争中，伊朗人没有爆发任何一次抗议或者是革命。相反呢，大多数伊朗人并不希望以色列继续对伊朗轰炸，因为随着轰炸的进行，大量的当地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逃离自己的家园。现在啊，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随着现在伊朗经济不断恶化，通货膨胀严重啊，经济也快要崩溃了，伊朗人民终于忍不了了。那伊朗上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是在2022年，不过和3年前相比啊，现在的伊朗政权经过和以色列的战争，显得更为脆弱。更重要的是，很多伊朗民众都意识到了，伊朗的现任伊斯兰政权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而已。虽然平时叫得很凶，但是你看啊，一旦和以色列开战，就被以色列人按在地上暴打。如果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持续进行，而伊朗政府彻底失控，不排除哈梅内伊的伊斯兰政权就此倒台的可能。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播报啊，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开通以来没有开通任何会员，仅仅依靠YouTube 的自身广告盈利。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尽量播放完整 YouTube 上的广告，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2026年再会。